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。如果一路都有关注的朋友们呢，都有看我之前试驾过飞扬站 Beza 上山啊，那个是我租的，然后那个是2017还是2016，总之是 facelift 的之前的那一个版本啊。这一次呢，就有一位车主通知我，就问我要不要试驾一个2021年的 Beza X， 今天他来了。2021的 facelift Beza X。2020年的时候呢 ，Pro2 Beza 在马来西亚呢就做了一个小改款，把车头灯改成了 LED 头灯，仪表啊那些就改得比较漂亮一点，车尾也看得比较漂亮一点的。引擎动力方面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外观啊内饰做了一个小改款啊。那么这辆车是有做了一个小改的，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样。那话不多说了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这辆车 ，Let's go。2020年的小改款 Beza 有3个等级哈，1.0公升的 Manual，1.0公升的 Auto， 1.3X 还有1.3 AV。AV 顾名思义就是最高配的那个哈，所以今天我手上这一辆呢是一个 1.3X， 比 AV 版本便宜了6000块，得不到它的这个 ASA。这一代的 Beza 呢，就像 MyV 一样，用上了这个 LED 头灯 ，Bumper 呢会看得比较煞气一点，因为这里多了一个好像嘴巴开的感觉哈。当时推出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亮眼的红色哈，这次车主呢就选上了一个brown 的颜色，远看像一个紫色这样子的哈。避震器原装，但是改上了 rim 还有 tire， 用上了 Michelin XM2， 尺寸是185/55R 15寸，依然是15寸。为了配合换上了卡钳之后，才换上了这个轮圈的。你看啊，这个卡钳会比一般的 Beza 来的大，它是 Odyssey 大的 Single Port， 刹车碟通风式的，有切线还有割洞。据车主说，里面的 bracket 是跟 MyV 还有 RCR 是一样的，包装啊1400块左右就搞定了。其实贵的不是它的卡钳哦，卡钳才几百块的，贵的是那个 bracket。Beza 的高配跟低配啊都是一样，后面是没有刹车碟的，都是 drum brake 来的。后面的尾灯呢就改上了像 W205的 Mercedes C Class 啊 Pre facelift 的这个版本，很多车主都会去改的。晚上看起来有一点像 Mercedes Benz。车主把 exhaust 改了，环保箱拿掉，然后这个是一个 on off valve 的可变气门，开大声开小声。等一下我 start 车给你们看哈。那其实关于 Beza 的 walk around 呢，我就不做太多了，大致上是差不多的，只是说 cosmetic 啊 accessory 东西就会做一点小改变。OK， 这辆车有一个无钥匙进入和有无钥匙启动哈，所以每次要解锁的话都是这样子按。Pro2 的话是要按2下才能解锁全部门的，当然这个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你必须要按2下解锁，才把所有的门打开，包括 passenger side 还有后面的哈。X 版本的话呢就不会有皮革座椅，里面就是 fabric seat。坐进来还有一股新车位哦，因为车主在去年2020年的10月份提车到现在哈，才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。Push start。哇哦！哇，这里还有行车记录的显示器嘞。原装唱机是没有 touchscreen 的，那车主就改上了一个 Android 的唱机啦。基本上里面这里都是大致上一样的。我相信这一个 panel 都是橙灯，看到吧？它的仪表呢都是比较漂亮的，透明的框，然后晚上是出白灯的，所以晚上很漂亮，真的，这是无可否认，比上代的 Beza 橙灯来的更漂亮。X 版本你就不会看到方向盘这边有一些按钮啊，按键全部都是空的。如果你是买的 AV 版本呢，你会有音量的按键在这儿。因为它是 X 版本，你就不会看到这里一些 ASA 的button在这边了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循迹系统关闭，这里可以关。如果没错的话，我看到是1.0公升的都没有循迹系统、防滑系统，要1.3公升以上的呢才会有哈。这里是钥匙，这里还多了一个遥控器。这遥控器呢 ，A 跟 B 的意思就是 exhaust 开关啊。我先按一下 A。A 的话就是说它后面的 exhaust 已经开声了哈，我们来踩一下油听一下，这是开了，我们现在关闭啊，瞬间你听到声音都没有了。Alright， 我先打开了，听一下那个声音哈。打开引擎盖哈，在这边拉。Carbon fiber 的贴纸哦，小灯还有高灯都开了哈，只是 fog lamp 我没有开啦。如
如我刚刚所说，Beza有2个引擎配置，一个是1.0公升，一个是1.3公升啊。所以这一部是1.3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哈，原厂的马力呢是94匹马力，在6000转的时候，121牛顿米在4000转的时候啊，蘑菇头进气。我们平常的 air filter 呢就换成一个蘑菇头啦，所以进气快，你出风也快的话，车的 response 也会好一点啦。新盖应该也拿掉了 ，Ultra Racing Bar 前后都有。迟一点车主呢会做一些改装，可能不 on turbo 啦，这是后期的事情。然后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啦哈。最近很多Beza的车主呢都改成这个灯之外呢，后面的这个灯也改了哦。那我们今天车上就有3位人士哈，有车主 Jack， 还有我们的Brandon在后面。这个Beza的话呢，好像是方向盘是不能调上下的是吧？这好像是 fix 的是吧？上下前后都不能哦。上一代也是，这一代也是啦。比较高人的话会比较难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姿势了。我现在的这个 exhaust 的 valve 呢是打开的，所以我们听一听它的声音。打开窗。OK 啊，我们来访问一下阿 Jack 啊，你这辆车是有做过 remap 是吗？暂时还没有。暂时还没有做 remap 啦，是原装的 ECU 了哈。很多人都会问，新车拿来这样子改的话呢，会不会 void warranty 啊？这样子warranty 已经 void 了。这样你还有回原厂去做 service 吗？没有。你是怡保人嘛，然后你都是 KL 啊、怡保来回这样子，为了做工而去加的哈。我很好奇啦，Beza 的1桶油啊，可以行驶多少公里？你有算过吗？就是从怡保下来啊。有350打满啊，可以走350啦。打满1缸油需要多少钱？95啊。95，45块。大概不到50块就可以打满了哦。你的时速一般上是维持在多少？150左右。那这个 on off valve 的好处，我不想要听到声音，我就可以关；我喜欢听到声音就开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关一下 ，B 是关哦，好像是。完全没有声音去啊！这个 on off valve 啊，如果是开着的时候会比较有力，还是关着会比较有力？都是差不多。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那个牙箱哦，跟它的 response 哦，那些跟原装I mean 它 facelift 之前哦是一样的，其实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说它做了一点小改变在外观啊跟内饰上面啊。那时候我租的那辆车呢，不懂是不是因为我一个人而已啦，我 feel 到那辆车真的是超轻的，因为我们3个大男人的车上有一点的重量啊。这辆车有时候我是想问一些问题，就是买新车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啦。像你买Beza的话，会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样子吗？暂时是没有遇到过问题。通常Bordeaux的话都是比较算可靠的。你们看一下晚上的灯，那个米德的话晚上真的很漂亮，说真的。有进步哈。那时候你买这辆车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要买其他的车这样子？有的。以什么车来做比较啊？那时候 Proton 有吗？Proton Saga，因为它的 design 不是很美。Saga 好像才差不多4万而已嘛，很多人到来4万出一点。你这辆车也要4万，还没有包括保险，应该43000多吧，43,000多啊。这一代的Beza跟上一代一模一样的感觉，你会发现到它很积极的都在跟你换牙，因为它为了做到去省油嘛，需要爬坡的时候啊，我还是建议自己来操控manual mode啦，自己来换的。最高时速这辆车可以去到多少？160。Civic 1.5 Turbo 207哦，它被一辆Beza割。那辆Beza是我相信它是不 on turbo 了，它不是改 engine， 它是不 on turbo。牛啊！如果你们看到这里前面一个 Eco 的灯哦，其实那个不是 Eco mode 哦。那很多人跟我们说，哎呀，关掉那个 Eco mode 的话会比较有力。我有驾 MyEV 啊，驾Toyota的车啊，关掉的好没有用的，它只是一个灯显示你的油门是不是在踩深一点。像现在我是踩的比较轻的，你看我再踩深一点，那个灯马上就没有了的，不是 Eco mode， 它只是一个 indicator 显示灯，让你知道你的油门是不是踩的深还是浅这样子的。拍照真的是很安静的，这个 XM2 Plus 改到来你大概花了大约花了多少钱？差不多接近5000
因为 MyV 啊、Beza 啊这些哦，它的原装的卡钳很小个，所以它的刹车就差一点点啊。我前面 Beza 是 GTR 来的哦。我的 keep 了。它年 GTR。嗨 ，GTR 贝莎。4000转的时候来力121牛顿米。哇，这个轮胎的感觉真的是比较软，比较安静，比较软，比较舒服驾啦。加欧多都可以做到好像降档补油一样，习惯了。有拿过上云顶吗？这样子？还没有。还没有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啊！哇，然后你换了这个 exhaust 会比较吃油吗？这样子？开阀门那时会吃油。这个 brake 真的是好很多嘞！我朋友的阿夏他去改这个 Odyssey 的卡钳，他也是跟你一样有切线的。他就讲你刚刚踩，叫我踩，我一踩哦，那个声音来嗡嗡嗡的声音哦，加上他的那个刹得住的感觉啊，给我觉得哇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很棒的。就很多人会去玩这个 Odyssey 的 caliper， 因为它便宜啦，它贵是贵它的 bracket 而已，它的卡钳是不贵的。比较有环绕声一点，原装4粒喇叭吧，没有错的话，前面这个没有对的了，是你自己加下去啊。只是我有一点不满意啦，这个是 Broadwa 的阿夏、Beza、MyV， 它的那个 steering 的感觉就是我需要摆的浮动很大，对跑山路来讲，你会觉得有点不满意啊。就是明明我摆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为什么我要摆这样多？这个就是它缺点在这边，因为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嘛，又少了一点路感的感觉，好像很麻麻的那个感觉。你不知道路面上有没有动啊，你都没有那个 feeling 的。踩完，哎呀，很快就换牙了，5500这样罢了哦。那个声音是什么意思？叫你换牙。换牙。哦，这个东西啦。车身稳定，车身固定了，但是觉得它的那个避震是还是原装偏软。如果换了这个高压避震，应该会比较理想。因为我觉得它车身是比较扎实了一点，因为你加了8了嘛，120过这口呢。Beza 真的要改了，因为我驾过原装Beza哦，讲真的，操控有一点熟啊。因为其实它是阿夏的底盘来的嘛，阿夏的底盘真的是不错，它多了一个屁股出来，就觉得哇，那个屁股好重啊。我的手没有什么力气啊，我的手麻是痛啊，然后去玩了过干了。这个弯110 ，MPV 啪，他踩 brake。这个声音哦，是不是你改好这个 exhaust 之后它才有啊？比较大声一点点。对。哦，你看在叫了。
真的，这辆车真的要过4000转哦，要不然刚刚你看我用低档的话它很懒散的，又踩不去。我现在换了牙，自己换牙，蛮有力啊，我都不用踩多油啊。你要牺牲掉高转了，你就踩哦。为了保持时速的话，通常要换3号牙。4AD 就是这样。如果在 highway 行驶着120的时候，正刚刚好是3000转。又是来到一个大弯了。Body roll。我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轮胎有很大的信心 ，Michelin SM2 Plus。哇，前面的车牌是 GTR， 我老哎，看来哦，梅萨都是跟上次我一样啊，通常是2号上。OK 啦，我们就到山脚这里了哈。那来到这里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啦，还是一样，我们下一集再见了啦。这是 Part 1 video。好，谢谢 Jack。OK， 我们下次看看。好的，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如果要看 Part 2的朋友们呢，记得留守我的频道，我会把杯子给开上山顶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